队伍里明明都已经选了一个烟位了，结果这个枪马为什么怪我人反手又来了个烟位，无敌了。梁山伯和猪乱来，穿上苏菲大显神威，还有这个枪马为什么怪我人？说实话，就大家伙的名字一出来，我就已经感觉出这把又是一把唐人局了。测试一个人糖分的最好方法，就是先看看他能不能抵住诱惑，把左轮丢在幽影旁边，我也是直接考验下他会不会臭不要脸的捡我的左轮。好，看来他和张国荣那种人还是不一样的。既然他这么信任我的左轮，那我肯定也是不会让他失望的。我开局一波丝滑的干拉出去，然后又一波丝滑的干拉回去后，直接就是拿着手中满被弹的左轮睡觉。很喜欢幽影的一句话：枪马为什么怪我人？与其责怪自己，不如仔细想想还有什么可以责怪的。思考了一下，我觉得刚刚那波果然还是敌人边框是黄色的锅。黄色看多了对人不好，容易影响定位，打着我感觉还是紫色的框更舒服。而改完了边框颜色后，应该说也确实是如我所料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我所料，不看黄色我也马。不是，抛开我有点马不谈，我看我队友怎么也有点不简单。我们这把5个人起了5把枪，都这么有枪械优势了，结果没想到竟然直接就这样水灵灵的被翻了。而且相比队友的实力，我看我队友的脑力好像也有点离谱。看着这幽影跳个箱子一直跳不上去，我是真的有点无语了。这个箱子但凡看过教学的都知道，只要往中间的这缝隙一跳就上去了。看着这幽影像老寒腿似的半天都上不去，没办法，只能我来给他示范下了。现在不能犯错。别告诉别人哦。坏了，感觉自己的操作好像确实是有点油墨了。3个回合，我玩个截风杀一个，很难想象我一个港服神话哥打一个这种国服超凡局竟然会这么抽象。新回合来到 A 到近点，看到我都这么菜了，幽影哥还默默的去死角帮我推黑，我是真的有点被感动到了。队友都这么无条件的帮我了，那我这把说什么都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穿上苏菲大显神威了。开局一波大脚步骗出了火男的闪光后，我直接就反手来到了死角跟幽影致命双卡。看到对面的幽影哥一直在不停帮我勾引，我明白接下来就到我向队友证明的时候了。妈的，证明了我是真废物啊！枪马难道真的特么纯的怪我人？相同的位置，相同的雷兹，本以为上次打不死雷兹是因为左轮的问题，但没想到这次我换了把长枪，竟然还是打不死，崩溃了，真崩溃了！1打1，看着这钢索如同屎一般的操作，此刻我根本笑不出来了。不是我不想笑，是因为我看了眼战绩，我发现5个我甚至才等于1个10。看着钢索打个残局，先细节封了堵墙，给自己前路封死，随后又丝滑的绕远路被幽影5杀，痛苦，真的太痛苦了。本来拿5杀的应该是我的，但没想到竟然是幽影，越想越气。新回合，我直接就是一个冲刺，在万军从中取下了幽影的首级，勉强的恢复点了理智，情绪稍微稳定了下来后，回头再仔细看一看家里的钢索，突然就感觉他的操作好像确实是有点过分了。从他的操作中，我根本就感觉不到他在玩无畏契约，反倒更像是在玩穿越火线。他的枪法里没有一丝对于急停的理解，有的只有一种很纯粹的对于射速的渴望。看完了钢索的操作，说实话，已经有点担心我们的 B 点了。以钢索的这种实力，我感觉他手臂还是属于装饰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。而事实证明，也确实还是唐人更了解唐人。这钢索玩个守卫比决斗还决斗，对面打 B， 看到他直接就一个箭步出去1对5了。我只能说幸好这把我过来了，不然这钢索倒头就睡后，没有我在 B 点坐镇，我们这把可能还真就要大意失 B 点了。是妈火呢，讲脏话了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感觉这把游戏对我好像有点恶意了。看着幽影哥一个推黑，给木蝶哥脸上弄得一片漆黑。此刻我已经不知道究竟是我把糖味传染给了幽影，还是幽影把他的糖味传染给我了。打开战绩，3个名字最糖的战绩666，看了看我自己666的操作，又看了看大伙666的操作，说实话，感觉已经可以6分头了。半场打完，我决斗位垫底，带包位第1，刚刚建立起的自信突然就又被粉碎了。
菜的人就是要多向强的人学习。家里的盖克是大哥，所以这把我决定跟在盖克哥的旁边，近距离观摩一下他是如何能做到打得这么丝滑的。有点过于丝滑了。开局不到5秒，盖克哥吃了个火，吃了个闪，又吃了个雷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过年可以不用放鞭炮了，他就是鞭炮。虽然不愿意承认，但下半场跟上半场比，好像根本就没什么区别。上半场我被雷兹的炸弹跳狠狠羞辱，到了下半场我还是被他的炸弹跳狠狠羞辱。而上半场我喜欢吃火男的小零食，到了下半场我还是喜欢吃他的小零食。2个烟味的阵容，打进攻方终究还是太坐牢了。来到一小，我一把狂徒当场被火男的左轮手撕了后，看到我们下半场连长枪局都输了，其实我都已经觉得这把游戏就差不多到此为止了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6比10，就在队伍最危难的时刻，扛了一整把的钢索哥发话了：打快的吧，直接抓他 A 小吧。虽然不知道说是打 A 小，为什么他要站在维大，但问题不大。这时候有人能敢于站出来指挥，他站在 C 大都行。钢索的名字叫梁山伯与猪乱来，但他想出的打法却一点都不乱来。速攻后，我们这把直接就在战术层面上完美克制了对手，成功拿下了下半场的第1分，将进攻思路从慢打调整为速攻。就这一个小小的转变，直接就让整个队伍焕发了新生。我们队伍的平均智力可能不如对面，但论野蛮程度就比对面强太多了。上半场穿上苏菲没发挥出的神威，到了下半场终究是发挥出来了。不过虽然我场均都能稳定打开突破口，但这毕竟是5个人的游戏，很多时候也还是得看队友的发挥。1打1，我们家倒数第1的幽影 vs 对面全场第1的幽影，我们的连胜能不能继续下去，就看这波了。牛逼牛逼牛逼！虽然不知道人都死完了，这钢索才来了一句可能是假的什么意思，但问题不大。我们队伍的这种唐人氛围我早就习惯了。其实很多时候你别管唐不唐，你就说能不能赢就完事了，不怕遇到爱动脑的，就怕遇到没大脑的。我们的打法非常简单，就是莽，但就是这种没有一点智力的打法，对面就是怎么防都防不住，冲得越快timing越多。对面上半场全场第1的幽影，到了下半场已经快被我们冲烂了。常规的踩着火男的火俘虏了幽影后，12比11。细想一下，虽然我们6663兄弟这把表面是最糖的，但其实也是最能拯救队伍于水火之中的。首先是梁山伯与猪乱来，在队伍最需要指挥的时候站了出来，一扫了队伍此前的阴霾。其次是枪马为什么怪我人，虽说他整局游戏基本一事无成，但却在最关键的残局终于当了一回人。而最后是我就更不必多说了，每把都能稳定产出高手操作。这把的游戏简单难还不简单，梁山伯和猪乱来不乱来，枪马为什么怪我人，有点不是人，而只有我一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做到了人如其名。从开局的倒数第1到结尾的队伍第1，穿上苏菲大显神威。